Hello， 大家好，我是 Elden。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款通过 ThinkBoard 和 X-Ray 内核开发的面板。这是一个国外的团队开发的，支持不同的协议组合，还有用户管理和流量控制等功能。我一贯都是不推荐大家使用面板的，今天只是简单的和大家测试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不过这款面板算是比较重的一款面板了，因为它依赖的东西有点多。OK， 还没有订阅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和点赞，帮我突破1000订阅大关，谢谢你们。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首先你需要先准备一台 VPS 服务器和一个域名。服务器需要安装乌班图的20版本以及22版本，因为它官方只支持这2个版本。我们打开 GitHub， 然后搜索 Heatify， 我们点开 Heatify Server 这个仓库，然后点开 Wiki，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里有个安装前一个准备，可以看到它这里是要求最低的一个1G 内存，一个1核的 CPU， 还有10G 的这个硬盘，以及它的这个操作系统是乌班图的22以及20。然后它这里有2种的安装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要快速安装，也就是通过 Cloud Init 这种方式去安装了。如果你有以下的这些云服务器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今天主要和大家演示这个typical 的 installation， 也就是典型的一个安装，通过这个乌班图系统。我们点开它，它这里的话就准备了一条命令了，我们把这条命令拷贝下来，然后通过终端工具连接到你的服务器，然后把这条命令粘贴下来，然后回车执行就可以了。安装的过程可能会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因为它安装的依赖是有点多的，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这一部分的话，它就下载它的这个压缩包，把相关的一些配置文件都解压，然后的话就开始安装这个下载这个 X-Ray， 通过它的官方脚本，然后安装 X-Ray。接下来的话就安装这个面板了 ，Heatify Panel 这个面板，这个面板是使用 Python 去开发的。它还依赖一个 Redis 的，所以依赖的东西有点多。可以看到它安装了很多的这个 Python 的依赖。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面板的服务给安装了，创建这个自动启动了。这些的话应该就是它的环境变量了，就是它的配置了。整个配置文件的所有配置应该都在这里了。现在是安装这个 HAPOSIT， 它的流量这个分流是通过 HAPOSIT 来处理的。它下载了一堆视频，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把这些视频都下载下来。可以看到它下载了下它的 YouTube 上的一些视频。接下来还有一个安装这个 Common 的。
他做了很多东西，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的。然后就下载这个 WGCF 了，也就是那个WireGuard 那个公司，用来处理那些流量的，还有安装 Nginx。还有一些报错的，移除一些文件报错了，然后启动 Nginx。它还安装了个 SB 的一个客户端，也就是我之前视频和大家讲过的，用来申请这个证书的。接下来还安装一个电报的一个工具。就是用来代理那个电报流量的 SSFTLS， 是卸载吗？还有一些 SSH 的一些东西。Shadow TLS， 还有 SyncBoss， 运行这个HAPOS 了。看一下，然后运行 Nginx， 运行 SME， 还有一个测速的。这个电报流量代理，我不明白它为什么卸载，它这是一个卸载的一个脚本。运行 SLA， 运行 SyncBoss。然后基本上就是已经安装完了，它会打印一些就是安装的一些服务的一个状态 ，active 的话就代表已经启动完了。这个 HAPOS 是正在启动的，应该是没有启动成功。可以看到，如果它安装完的话，它会返回了2个链接。上面这个链接的话，就是通过 IP 去访问的，下面它还打印了另外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的话就是使用它自己的一个域名，然后加上你服务器的 IP 来签发的一个证书，用来达到你这个安全访问的。现在它是一个安装失败一个状态，因为它的HAPOS 是没有启动成功的。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刚才我点了一个重新安装的一个选项，来重新试一下。如果你安装失败，你也可以重新安装一下，它不会全部重新安装的，它是选择性的。能看到它现在是重新安装这个 HAPOS 了，因为刚才是安装失败的。如果你安装成功的话，就不用管了。因为我这里是安装失败了，所以尝试一下。
看，因为它已经安装过，它应该会跳过了。总之来说的话，它的安装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因为安装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多。好，再来运行一下这个 HA-POSI 看能不能成功。打印的是Wildcard 的那些东西。这里是申请那个证书啊，可以看一下，他是拿自己的域名来申请那个证书。OK，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HA-POSI 已经是一个 active 状态啊，然后所有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就代表安装已经成功了。我们可以拿到2条链接，一条是非安全的，就是根据你的 IP 去访问的，另外一条是他自己签的一个根据他自己域名加我们自己服务器的 IP 来签发的一个证书，可以通过这条链接去访问，也可以通过上面这条去访问。如果你忘记拷贝刚才那个链接的话，你可以在终端窗口里面输入这个 Headify， 它就会打开它的这个菜单，然后菜单的第一项的话就查看你这个Headify 这个所有的一些服务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点去看一下。上面这一部分的话就是 WGCF 那个信息了，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账号类型。然后下面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它依赖的所有的一些服务的一个状态，如果显示全部都是 active 的话，就代表所有服务都是正常运行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项，第二项的话就是查看你这个管理员后台这个链接，我们可以点击了一下，它会打印它的刚才那个链接出来了，可以看一下。然后第三项的话就是所有的一些日志了，包括安装的日志，还有一些 SB 的一些日志 ，Entrance 的，还有 Panel 的，就是那个控制面板输出的一些日志。下面还有一些 X-Ray 的一些日志都是在这里了。然后第4项的话就重启了，然后第5项的话就是重新生效这个配置。如果你修改了相关一些配置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去重启它。然后接下来就是更新，还有重新安装。我刚才的话就是安装失败了，所以我重新安装了一下，它又成功了。如果你安装失败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重新安装这个选项。然后倒数第2个的话就是一个卸载啊，还有一些降级啊什么的。接下来我们把那个链接拷贝一下。我们可以先试一下，把这个上面这个 HTTP 直接用 IP 访问这个拷贝下来。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入到它的这个初始的一个页面了。我们也可以试一下第2个链接，可以看到同样是没问题的，这2个都是一样的一个设置。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它做一个初始化的一些设置了。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它的初始化的一个配置。首先上面这一部分的话，你可以选择面板使用的一个语言，然后你当前所在一个国家，这里只有3个选项，然后选完的话就先提交保存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一部分的一个快速安装。首先它会打印你当前服务器的一个 IP 以及 IPv6。实际上这里的 IPv6 应该是RAP 的那个 IP 来的，因为我这台服务器是没有 IPv6 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我当前网卡是没有 IPv6 地址的，
然后它其实是使用了这个 WAP 的一个网卡的一个IP 了。接下来它这里设置了一个域名，这里的话你就要设置你自己一个2级域名了。首先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这个DNS 的一个解析页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DNS 解析记录。先拼一下看能不能生效，可以看到已经生效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回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填我们自己刚才配置的这个域名。填完这个域名的话，一保存它会自己去申请那个TLS 证书的。然后接下来这一项的话就是开启这个电报的一个流量代理，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勾选这一块。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这个防火墙的一个开关，你可以勾选也可以不勾选。它这里的话就是启用防火墙，并且是启动放行常用的一些端口，其他的话就关闭，你就勾一下吧。然后接下来这一块的话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它这里说的是一个伊朗的一些网站的，不知道中国这些网站有没有用，先勾选吧。然后这里的开关的话就是启动这个 VMAX，VMAX 我很少用，我们就把它关掉吧。然后最后一项的话就是一个伪装的一个域名，也就是我们打开这个域名的时候，它会显示哪一个伪装的一个网站，这里可以自己去填一个。我这里的话就随便输一个吧。然后填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提交。提交之后的话，它会来到一个页面，就是这个生效的一个倒计时页面，也可以点开这个日志里面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施的一个状况。它这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的，因为它第一次它会需要去申请那个证书的。可以打开日志看一下，它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安装的一个过程了。看都是使用这些安装脚本，然后重新去配置。设置了很多一些优化的一些属性，启用 DBR， 然后启动这个 Redis， 哇，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重新下载，这个是我搞不懂的。它明明已经全部安装完了，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重新下载。因为它生效这些配置都是使用同一个脚本的，很多东西是重复的。然后是 Entrance， 然后接下来就申请这个证书了。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还要去下载这个东西，刚才不是已经都配置好了吗？你看又重新安装了一下。接下来就是这个测速的，感觉就是重新走了一下这个安装那个流程，很多东西感觉是没有必要的。SSH 不要又重新安装了一下，你看又重新下载了。到 TLS， 然后就是 X-Ray， 接下来 SyncPOS， 然后 HAPOS 重新去运行。
Practice， 他去申请这个证书了。这里可以看到啊，不用点开它了，在这里可以看到。第一次配置它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可以看到已经显示成功了。然后我们点击这个OK。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域名去访问了，可以看到它上面这里。它会把之前那个给删掉，然后用自己的域名。我们把这个域名拷贝来打开看一下能不能打开。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入到它的一个管理页面了，可以看一下它的证书。它证书是用这个 Let's Encrypt 去签发的。然后这个的话应该就是打不开的，因为它已经把那个自己那个删除掉了。这个 HTTP 这个我们也没必要去使用了，因为我们已经申请完这个自己的一个域名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Dashboard 页面，这里的话就是输出了一些统计信息了，今天的、昨天的还有月份的一些总用户的一些流量信息、在线的用户信息以及总计。这里是在线5分钟内的一些用户在线的信息，网络的一个情况 ，CPU 内存还有硬盘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用户管理。用户管理的话就分为2块，第一块的话就是用户，第二块是管理员。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浏览器上方这个地址，前面这部分的话就是它项目的一个进入的一个地址，也就是随机生成的一个字符串。这样的话就其实是为了提高这个安全性的。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当前是在管理员模式，前面这一部分的话就是管理员的 ID， 它并不是指用户的 ID， 它指的是这个管理员的这个 ID。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用户，用户这一块的话就是管理员下面管理了哪些用户，它是有个2级的一个概念的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管理员。我们可以再添加个管理员，它这里管理员模式还有3种，这里先选一个管理吧，应该是不同模式，它应该是有一些区别的。还有可以打开这个开关，这个能不能再添加管理员这样子，然后它最多的一个用户数，也就是这个管理员下面最多能有多少个用户。应该是最多能有多少个活跃用户，然后最多能添加多少个用户数的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点击保存，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多了一个管理员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打开这个管理员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它前面这个 ID 就发生了变化了，但是他们的用户是分开的。我们可以点击我这个超级管理员这个用户这个页面。它这里有个默认的用户，然后我们点开我们刚才创建的用户，我们再点开它的这个用户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是没有的，所以应该就是有个2级的概念，管理员下面有多少用户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新增一个用户，首先你需要填一下这个用户名，然后第2项的话就是用户可以使用的流量，然后天数，然后接下来这个模式指的是它的一个重置的一个模式了。这里的话默认的话就是不会重置，也就是用完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你可以选择按月重置、按周重置或是按天来重置。我这里就选按月去重置吧。然后接下来可以有个备注，然后启用这个用户这样子。下面这2个开关呢，就是代表这个重置模式，重置的时候是重置这个流量，还是重置这个天数，或是2者都重置。这两块勾选的吧都，然后保存。这样子我们就新增了一个用户了。新增完用户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用户的链接，
这里其实直接点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的一个页面，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就是上面这一个链接就是用户的 ID， 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用户 ID。这个页面的话也很简单，上面这一块的话就是用户的一些流量，什么时候过期，还有多少流量，然后流量重置的一个策略，然后右边这一块的话就显示它的这个订阅的一个链接，它这里右下角这里是生成一个临时一个短链接，是5分钟有效的，就是用于分享给别人这样子，就不用暴露整个长链接。然后这里的话点击的话就快速打开它的一个应用了，因为它这里其实是推荐了很多的一个应用的。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项吧，第一项的话就是电报的一个代理，如果你开启了电报那个代理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看能不能使用那个电报的一个代理，我们可以试一下吧。点击的话它会直接打开一个电报，然后问你是不是启用这个代理，我们可以点开设置，然后有个高级设置，有个连接类型，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个代理其实是生效的，当前是一个 online 的一个状态。我先把它删掉吧。然后接下来下面这一块的话就是安卓客户端、iOS 客户端还有这个桌面客户端的一些推荐的一些不同的客户端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简单的了解一下。然后最右边的话就是全部的一个配置，可以看到它这里默认的话就是有很多的配置。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项，这是自动去匹配这个订阅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地址，它也可以点击这个二维码，可以生成这个二维码。然后下面这一块就是 SyncBot 的一个配置，也就是全部都是在里面的，下面这些代理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的。然后还有一个订阅的链接，Base64位的一些订阅链接 ，Cards 的一些配置，还有它自己的一些官方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配置。这里还有一个 SSH， 也就是它是通过 SyncBot 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通过 SyncBot 来实现的。这里端口是11932，然后接下来这部分的话就是它现在是开启的一些代理的一些协议组合。然后最下面这一部分还有一个测速的，可以测试的服务器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情况。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右边这个 DS over HTTPS， 也就是 DOH， 这个我其实测试过，它是用不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页面这里，它这个页面是用不了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去输入一个域名。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没法使用的。然后用户页面的一个介绍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可以测试一下代理到底能不能连接。我们点击这个二维码，然后用手机去扫一下这个订阅地址，它就会自动去下载所有的那个订阅列表。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剩余信息，以及它的到期的日期。然后我们点一下连通性测试，
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超时的，那应该就是配置还是有点问题的。我们先回到这个用户列表，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左边菜单的 Actions， 这里有个 Apply Config， 也就是可以去刷新这个配置。如果刷新配置都不成功的话，你可以点开这个 Settings， 然后这里有个高级设置，这里可以切换这个内核，你也可以尝试去切换内核试一下。我现在的话就直接点这个Apply Config， 然后我们就等待一下，等它把这个配置重新刷新一下。刷新成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重新点开这个面板，再去扫一下这个订阅。我们再来点一下连通性测试，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都不超时了，除了个别的。那现在就代表我们的代理已经能连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代理的设置，我们点击左边菜单的 Settings， 然后选择 Process。代理的设置分为两部分，上面这部分的话就是全局的设置，下面这部分的话就选择启用哪一些代理。首先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全局配置，第一个的话就是否启用这个 Vmax， 一般我们都是把它关闭了，不太推荐使用。然后下面的话是否允许明文连接，一般我呢也是把它关闭的。接着右边的话是否启用这个电报代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右边的话就是一些 Shadow TLS 或者 Shadow Short 的一个非 TLS 的一些启用，包括 V2 类，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打开。我这里就不需要，我就不把它打开了。最下面这里还有个 Enable SSH Process， 也就是是否启用这个 SSH 的一个代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打开。我这里也把它关闭了，然后我们点击提交，保存成功之后，它同样是要求你去刷新配置的。我这里先把它关闭，接着来我们点开这个Modify Policy 这个按钮。这个页面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代理协议组合的一个配置了，它这里已经把所有一些基本上都用到的一些组合都配置好了。我们也可以创建自己一个代理协议组合，但是它这里是不知道为什么报了个500的错误，并提示我这里版本是过时的，让我去更新，但是我当前的一个版本是最新的，可能是它现在是有点问题。我们如果安装好的话，也可以在这里试一下，看能不能创建了。然后点击一下编辑看一下，看来编辑同样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页面的话，需要编辑才能把这个具体某一个协议给打开。就是举个例子，我现在这个是禁用的，它就显示这个横杠，上面这些打勾的就代表是已经启用了。所以说我现在是没办法禁用，也没办法启用了，因为它这里页面是有点问题的。我们先回到上面这一个页面，如果我在这里Modify Pricing 这个页面里面选择启用那些代理的话，都会在这里显示了。因为我是没办法新增也没办法修改，所以我这里是目前是动不了的。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想要的一种协议组合了。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你最好都把它关闭，一般的话就选择1-2个就够了。像抽准时候我不需要我全部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下面的 Relax 的话，我们也没必要全部都勾选，选择1-2个就够了，把不需要的就全部把它取消勾选。我现在就保留2个就够了。接下来我们点击提交，提交好之后，它同样是要你去生效这个配置，我们点一下。OK， 已经刷新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来测试一下我们的代理。打开这个2维码，用手机去扫一下，可以看到我现在就剩下2个代理了。再来填一下连通性测试，它现在是有一个是超时的。超时的话，我们再来换一下，可能这个是不支持的。它每次修改这里代理都要重新去刷新这个配置，而且它这里刷新又很慢的，所以大家选好的话，最好就不要随便去动它。OK， 再来试一下。现在又变成这个不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只能一个使用吗？现在又可以了。OK， 我们先不管这个了。刚才中断了一下，因为我想和大家讲这个 Documents 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创建以及这个编辑同样是报那个500那个错误的，所以我只能去尝试去更新这个版本。然后如果是从这里这个网页这里去更新，点这个 Actions， 这里有个 Updates， 这里更新的话是没办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因为最新版本我目前是安装下来是有点问题的。然后顺便和大家讲一下怎么去更新这个 Beta 版本或是开发版本。我们打开我们的终端，然后输入 Heatify， 打开这个菜单之后，我们选择 Update。Update 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安装是稳定版本还是 Beta 版本或是开发版本。我是安装了这个开发版本才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大家是出现问题，也可以尝试在这里更新到 Beta 版本或是开发版本去尝试一下。我现在是已经更新成功了，因为我这里已经看不到那个版本号了，因为已经更新到最新的那个开发版本。然后我再来和大家讲一下刚才的那个process， 因为刚才是没有讲完的。我们再去点击这个 Modify Process，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创建这个代理了。代理我们可以输一个代理名称，然后是否启用，接下来就选择这个协议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更新到开发版本，所以它现在是多了2个协议了，像 TUIC 啊或者是 Hitch 啊都是可以的。然后这里的话就选择那个3层传输协议，就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些页面，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去启动或者是关闭那个代理组合了。点击这个编辑的话就可以打开这个按钮，打开这个按钮的话，我们才能回到这个 Post 这个页面，然后这里才能去勾选我们指定的一些组合。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已经多了2个了，因为它现在是开发版，应该是正在开发版，但是我目前试过是不能连接的，所以我先把这个取消勾选了，还是我们刚才那个选项，然后提交，重新去刷新这个配置。
然后我们就等它去刷新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讲这个 domains。域名的话，它是默认的话就是只有2个，下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在初始化配置的时候绑定那个域名。大家可以在这个 domains 的配置这里可以绑定多个域名的。上面的话就是一个 reality 的话，因为我们启动了 reality，所以它这里是有一个 reality 的一个域名的。我们点开这个 reality， 我们就可以去修改我们伪装的那个域名。OK， 这就是 reality 的一个配置。如果你发现你那个 reality 是没办法连接的，你可以尝试修改一下这里的域名。举个例子，我就可以修改为我们当前那个服务器所在那个区域的一些域名，给大家去演示一下。保存之后我们是不会生效的，同样要重新去刷新这个配置才会生效的。我等一下才和大家演示一下。然后我们还可以添加绑定其他的域名，我和大家讲一下这个域名里面的一些配置。首先第一项的话就选择你当前添加这个域名的一个模式。模式的话它有很多种模式，主要是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的话就是直连，直连这里有2种类型。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通常用的就是上面这种。第二种的话就是这种旧的这种直连模式，它这里的意思就是无法使用这个 gRPC 的。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情况来选择其一。我们当前初始化时候添加那个域名，就是我们刚才添加这个就是一个直连的域名。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页面看一下，可以看到它这里模式的话就是一个直连模式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种类型，也就是 panel link。panel link 的话，它的作用的话就是它只是用来作为一个订阅的一个链接，它不会作为一个代理的一个请求的一个域名，它只是作为提供这个订阅的，也就是在这里提供这个订阅一个地址用的。然后第3种类型的话就是一个桥接的服务器，它这种话主要是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 CDN，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中继服务器，还有一些 worker 之类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我自己的话只试过一个CDN，其他我是没有试过了。然后最后一种的话就是一个 fake， 也就是一个伪装的一个服务器一个域名，像我们之前添加的这个 reality 的，就是它默认添加的。如果你启用 reality 的话，它这里就会有一个 reality 模式的，它一开始它会随机去生成一个域名的，我们也可以去修改，这种话也算是一种伪装。然后的话主要是这4大类型的一个模式。我现在的话就和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CDN 的一个模式。首先我要添加一个域名，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先添加个域名的一个解析。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域名的解析的一个页面，我们需要新增一个域名解析记录。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勾选这个代理，然后保存。接下来我们需要先拼一下，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生效了。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网页，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域名给填到这里面来了。这个也可以随便填一下。然后接下来这个 enable TLS domain fronting 的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它会覆盖你那个SNI 的一个配置，然后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下面还有一个 force config to using foreign IPs， 我不知道它这个是有什么用的，大家也可以去尝一下。然后保存。保存之后，它同样会要求你去生效这个配置了。我们点击apply config，
可以看到它同样会自己去签发这个证书了。OK， 已经刷新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上面这里有个链接-CDN 的，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访问一下看能不能访问。可以看到同样是能够进到这个页面里面的，就代表我们已经把这个域名添加成功了。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显示多了一条记录了。OK，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用户列表这里，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用这个 CDN， 看能不能使用这个代理。可以看到它这里多了一些 CDN 的一些代理了。OK， 我们同样去用手机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我们点开这个二维码，用手机去扫一下。OK， 它的订阅已经获取成功了。我们接下来点一下连通性测试，可以看到现在是有些是能够成功，有些是不成功的。上面这两个是刚才我们添加那个域名，下面这些 CDN 开头的就是我们刚才添加这个 CDN 的一个域名了。可以看到上面我们刚才添加这个reality， 我们不是改了那个域名吗？可以看到现在是同样能够访问的。然后 CDN 的话目前只有这两个能成功，然后前面这些不可以，大概率的话就是因为它是不支持通过这个 CDN 的，那我们就选择哪些可以用的来用就可以了。OK， 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管理页面，打开这个 Process， 我们可以修改一下这里面 CDN 的一些配置。可以看到我们右边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添加那个指联，我们在右边左边这里就选择我们需要的一些 CDN 的一些配置。我们把这个抽整这些都不要。我们留一个就够了，不用全部保留。这个 gRPC 这应该是不能用的，我们就用这个WebSocket 的 CDN 的一个 VLAX 的一个配置，然后点击提交。我们重新刷新一下配置。OK， 已经刷新成功了。我们再来回到这个页面，打开手机去扫一下，可以看到现在只剩下3个了。我们再来点一下连通性测试，可以看到我们现在3个都是能够正常访问的。OK， 没有问题。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设置。首先看一下这个管理的一个设置，这里主要是设置当前这个管理页面的一个语言。然后第二项的话就是一个自定义用户页面了，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页面的一个设置，主要是语言还有这个标题等等一些设置。然后看一下通用设置，通用设置的话就是 DNS 服务器，还有这个国家的一个选择。还有这个伪装的一个域名、防火墙啊，是否开始测速或者是自动更新之类的。然后接下来看一下代理设置，代理就是这个开关，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因为它这里说的是一个伊朗一些网站的。然后还有一个 share 的一个密钥，它这里说的意思是某些代理不支持通过当前这种方式是去使用代理，所以它只能去通过这种密钥。我不知道它这里做的是在哪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它的个文档。还有的话就是否启用这个 VTorrent 还有 VMAX。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电报一个设置，就是它这里可以添加一个机器人的一个 token， 也就是AP 它的一个电报那个软件的一个机器人。可能是获取一些信息吧，我不知道有什么用的。还有就是否启用这个电报一个代理，这些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接下来看一下 HTTP 一个设置，它这里主要是设置 HTTP 的。如果你不启用的话，就把它禁用就可以了，禁用这个 HTTP 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 TLS 的一个配置，使用哪个端口，然后是否允许这些无效的 SNI，你这个把它关闭就好了，无效的就不要进来了。OK，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SSH 的一个代理，这里的话就是主要是是否开启啊，或者是指定你这个代理的一个端口，也就是服务器监听那个端口。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Shadowsort 这个非 TLS，我是比较少用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还有这个 Shadow TLS 也是，同样都是一些开关类的。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高级设置，主要是选这个code 的一个核心，这里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 X-Ray， 一个是 Sandbox。然后接下来有一个Package Update Mode， 也就是更新一个策略，你可以使用 Beta 版或是稳定的一个 Release 版或是开发版。接下来的话就是选择这个客户端 UTLS 的一个伪装的一个浏览器。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Very 高级的一个设置，这里设置的话就是 CF API， 我不知道它用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有 CF 的一个 API。还有这些后面一堆的就是我们代理后面跟着那个地址，像如果是 VLAX 的一个地址的话，它就是 VLAX 加像 WebSocket 的话，它就是拼接起来的。举个例子，如果你是 VLAX 加 gRPC 的话，它可能那个 path 的话就是这个跟这个结合起来。如果是VLAX 加这个WebSocket 的话，就是这个跟这个的一个结合起来，大概就是一些路径的一个设置了。大家看一下可以，一般的不用怎么去修改它。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Rock 加的话，就是设置那个 API 那个 T 的，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付费版本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吧？你就可以把它设置到这里面来。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Reality 的一个设置了，就是说 ID 啊、PK 啊，还有那些这个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大家一般都不怎么去修改这里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就修改完成之后点击提交就 OK 了。修改配置同样是要刷新这个整体的一个项目的。配置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备份的。备份的话大家就自己去试一下就可以了，下载备份，然后就恢复这个备份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 Actions 这里有个系统状态，有一个页面，也就是查看当前的一些日志啊，或者是系统一些服务啊。日志不是在这里了，它主要是查看每一个服务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然后下面这里才是日志，就是所有的日志都是在这里了。然后最后这里还有2个一个是重新安装的，一个是刷新这个配置，一个是更新这个版本的。但是它这里更新的话只能更新这个稳定版本，如果你是要更新那些开发版或者是 beta 版的话，你要控制台里面去做了，刚才我也和大家讲过了。然后还有一个重新安装，还有一个重启一个系统。OK， 到目前为止整个Headify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网页版的一些配置我基本上都和大家讲的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回到我们终端看一下它的一个配置。首先有2个点，第一点的话，你安装完 Headify 的话，你重新连接服务器的话，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页面，也就是它那个控制面板页面，因为它是做了一个环境变量一个设置的，然后还自动跳转到它这个工作目录。如果你把它取消的话，你需要修改你当前目录的这个环境变量的一个配置，把最后那两个东西给删掉，它这里多了2个东西的。你看它进入到这个配置目录这里，把这些没用的删掉，然后保存，重新连接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进入到那里面，或是打开那个菜单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它的工作目录里面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目录。它的这个配置目录，它就是所有脚本都是在这里了。可以看到一些没用的一些文档，还有一些脚本安装脚本啊、菜单啊。菜单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东西了，这个粉红色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那个菜单。然后还有一些对吧？重新启动的、更新的，或是卸载的一些脚本都是在这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yncBot 里面的，它这里的话就是 SyncBot 的一个主程序。所有配置都是在这里，它是分模板的一个配置的，就是整个目录都是导入进来的。然后的话X-Ray 同样是一样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在这里设置这里选择了一个选择这个code， 如果你是选择 X-Ray 或是 SyncBot， 它其实它全部都是在运行的，并不是说你只是运行其中一个。给大家看一下监听端口吧。安装一下命令。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它SyncBot 也在运行 HA-Force Engines 啊，或是其他的一些。你看它 X-Ray 它同样是在运行的，它并不是说你指定了这个核心的话，它是只运行这个 X-Ray， 它应该是有些是要两个东西要协作的，就是有些它只能用 SyncBot 啊，所以它都是会启动的。我们看到这个 Python 3的话，它主要是这个控制台，也就是我这个网页嘛，它就是运行在 Python 里面的。还有一个 Redis 服务器，就是一些缓存一些信息，还有一个MariaDB，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还要运行，就作为一个数据库的。你看它监听是3306端口的，最后还有一些其他一些东西，反正就运行了很多东西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Common 的一个目录，这里的话就是不是这里，进到那个 Others。Others 的话就是一些其他一些服务，它包含在里面，就都是在这里了。像 Redis 啊，它还尝试安装 MyCircle， 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呢。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项目都是放在这里面来了。OK，Hitify 的话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还没有订阅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麻烦订阅一下，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